情，原来那民说的都是真的。这就是你阿玛的赈灾鼓励，已成阶下囚。若非亲眼所见，还真不敢相信。就是他，看，就是他！来了，走过来！搜索退去，需要拦路。王妃，阿爷，扛住路。阿爷，王妃，走，快走！女儿来接你了。走！来人，把人给我请开！快走！阿弟要照顾好自己。这不是你该看的。儿，快走！阿爷，快回去！阿爷，阿爷，快走！走！小心！走！回去！王妃，看着我！王妃，阿坦，乐章会暂押于大理寺。阿坦放心，本王定会打点好一切，不让乐章在狱中受苦，好吗？阿坦。王妃，老奴已经收拾妥当。啊，是不是得在添上几本书，还有文房四宝，这样阿爷也好打发时间？奴婢这就去办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酒和点心，再多备些。是。啊，这样，一会儿劳烦你将这些送给阿爷。若是阿爷还有什么需要的，让他尽管说，千万别觉麻烦。王妃放心，属下定会将花带到。不好了，王妃，王妃，京兆尹带了人来说是要搜府。哼，再不让开，一律法办。敢问京兆尹大人，王府所犯何事？需通府搜查。京兆府奉命办差，还请王妃配合。王妃放心。定北王府暂相安无事，眼下不过是循例调查，但之后会不会有事，还得查过才知。且慢，依大人所言，王府既无人犯事，又未牵涉嫌疑，京兆府凭什么搜府？既是循例调查，大人想查什么，我命人取来便是。王府定当全力配合。王妃，这是要与朝廷对着干。大人不必拿朝廷说事，方才那份牒文，并非是搜府之令，王府何来不配合一说？朝廷下令循例调查，该如何行事，自由京兆府说了算。本官说要搜府，那便有搜府的必要。若阻拦，便是藐视王法，背逆朝廷。给我搜！住手！撤！京兆府奉命办差，自是合情合理。
但王妃所言亦不无道理。本王想问一句：大人今日前来搜府，是奉何人之命？自是圣上之命。晋安侯革职降罪，侯府所设钱财一律需抄检充公。昨夜，禁军于明家祖宅超出赃物，陛下震怒，令京兆府协助大理寺尽快彻查。以王爷、王妃与明家的关系，自是在调查之列。利州一案，阿耶是否有罪，还尚无定论，且此案关乎的是赈灾措施，何来赃物一说？铁证如山，并非本官胡言。本王即刻进宫面圣，问明情有。但定北王府不是谁想闯就能闯的。大人今日回去，尽可如实上奏，一切后果由本王一力承担。追营，在。即刻传讯沈玉，带一队人马驻守王府。若有人敢擅闯，不必来报，直接动手。是。走。利州此劫是不是与义父也有关？本王已派人去查，只是眼下暂无实证。那个户部侍郎柳墨，可是义父麾下之人。王妃何来此问？夫君可还记得，那日我在南御河街散心时，遇到了柳侍郎。他那日的熏香和我当时去救九牛时所遇之用的是同一种香方。还有大婚前夕，那个带我离京的神秘人。这么多巧合，我觉得其中必有关联。阿谭见过义父。谭儿啊，哎，快坐，哎，来尝尝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多谢义父，只不过最近谭儿脾胃不适，不宜再试甜腻之物。哦，确实瘦了些。你幼时嫌读书识字太过辛苦，每每委屈含泪，哎，这一碟甜糕啊，便能将你哄慰住。义父厚爱，阿谭从未忘怀。今日请义父前来，实是阿谭有事相求。阿谭恳求义父设法救阿耶于水火。义父与阿耶数十年交集，自深谙阿耶之品性，他断不会做出杀害百姓、为祸社稷之事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赈灾不当，乃意外之祸，谁也不愿见其发生。此案你阿耶尚有脱身之机，但通敌走私可是关门落栓的死罪，
任谁呀，也救不下你阿爷。什么通敌走私？靖安侯绝无可能通敌走私。朕也不愿相信，但是证据确凿，朕已无力维护。这些不过是南律的一面之词，只能证明南律想向靖安侯行贿，既无靖安侯回信为凭，如何能证明他有通敌走私之嫌？若只是几封南律书信，自不足为凭。可是禁军在明家祖宅里搜出了大量走私珍宝，那些可都是如山铁证，确凿无疑啊！禁军已起获赃物，证据确凿。父女情深，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也是常理。不可能，阿爷他绝无可能犯通敌之罪。义父，阿爷年少从容，满腔热血，只为守大显国土，护一方百姓。不论身处何位，他都从未改变过初心。如今，阿爷已不再是杨希路摔死，对朝堂局势更是无关紧要。还请义父高抬贵手，留阿爷一条生路。荒唐！你说这些可有凭据？你可知真正要害你阿耶之人是你的夫婿定北王？你阿耶返京是定北王主动请缨，派了定北军亲自赴利州押解。你可知途中发生了何事？以定北军将士趁夜纵放靖安侯，他坚称是奉定北王之令助靖安侯逃脱。定北王如此行事，无疑是想坐实你阿耶的罪名，好让自己置身事外。这不可能！你阿耶罪名未定，定北王便亲率禁军查抄侯府，这又是为何？此举分明是撇清关系，独善其身。谭儿啊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自你阿耶出世至今，他江旭到底为明家做过些什么？义父，阿谭不管什么朝堂争斗，什么立场阴谋，权势、地位、家财，这些通通都不重要。阿谭只求阿爷能活着。靖安侯身在朝堂，牵扯其中在所难免。他当初选定北王为婿，不就是因定北王乃上上之选，能携明家直上青云？我儿本相安无事，使得靖安侯招募壮丁，逼着我儿前去防汛。我儿被洪水冲走，至今连尸体都没找到。你还我儿子！别冲动，你的错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！这是你害得我们无家可归！你还动手！你们胡闹什么？你还打人！你们胡闹什么？这救济堂都是王妃出钱出力，他怎么可能会害你们呢？是靖安侯的，害我们无家可归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你还我儿子！你动冷静点！你还我儿子！还我儿子！都是你，怎么可能呢？冷静点！
陛下，上京城中难民数量日益增多，京兆府已搭建了营帐，并在城中设了粥棚。可放粮救济并非长远之计，难民之乱根源在利州，若不尽快把本溯源，只会让百姓怨声载道，对朝廷心灰意冷。陛下，户部已在第一时间清算了田舍、粮食及畜牧的损失，折合白银共计93万余两。只是晋安侯赈灾之举，致利州伤亡人数超100余人，此等损失，非钱财所能衡量。陛下，晋安侯赈灾不力，致百姓家破人亡，水患变本加厉。臣以为当即刻将晋安侯押解回京，严惩不贷，给百姓一个交代。定北王到。陛下，臣已命麾下副将沈玉随大理寺卿张骞同赴利州，押解晋安侯返京。押解之事自有。眼下利州大乱，本王命定北军随行，可确保无一纰漏。诸位有何异议？若出了岔子，本王一力承担。陛下，赈灾之祸确需明察，但朝廷首要之任还是解决水患，请陛下即刻派人平息水患，一切当以百姓为重。属相所言甚是，陛下，臣求请即刻调杨希禄副帅郭秉茂率军入利州主事。杨希禄新任帅司人选未定，眼下又出此等祸事，只怕军心浮动。此时调郭秉茂入利州，一可主赈灾事宜，安抚难民；二可稳定军心，替陛下笼络权柄。臣附议，若郭副帅不负陛下所望，平息利州之乱，也足见其可堪重托。着郭秉茂即刻赶赴利州，待利州事了，归京觐见。你特意派沈玉前来，可是怕晋安侯回京途中遭遇不测。利州赈灾事故实属蹊跷，臣疑心是有人欲栽赃嫁祸。若如此，那幕后主谋定会寻机灭口。侯爷，侯爷，何人？属下奉王爷之命，特来相救侯爷。王爷啊？他如何说？王爷说，敌人在暗，京中凶险难料。侯爷返京不但真相难明，还会遭来杀身之祸。您回去唯有死路一条。你真是王爷的人啊！属下随定北军一同前来，一路上侯爷也看在眼里，如何能坐下？属下这就带您离开，按王爷吩咐，先寻一安全之处暂避风浪。沈小将军，可知此事？王爷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沈小将军奉命前来，
若知悉内情，免不了要被追责，自是不知情的好。王爷说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侯爷须先保住性命，方可有来日啊！侯爷。 何处去？那边。你要带本侯去何处？自是与接应之人碰头，再有小道送侯爷下山啊。等等，侯爷，王爷一向是谋定而后动。 他既有此计，想必早已想好了后路。我擅自离去，必会令天畏罪潜逃之名。不知王爷要如何堵住悠悠之口，查明真相？属下只是奉命行事。侯爷，阿谭，你先别着急，难民激愤之言未必就是真的。可有见着夫君？柴贵去了经济营打听，说王爷今日未曾去过。不过柴贵心细，去经济营时多问了几句。王爷昨日已获悉此事，并力派了沈家表少爷赶赴利州，亲自接侯爷回京。夫君思虑周全，得知阿耶骤遇此祸，必成众矢之的。如今有沈家表哥护送，阿耶一定能平安返京。姑父做事虽风风火火，可向来都有分寸，此事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待姑父回京问明缘由，查清真相，想来只是虚惊一场，不会有事的。这其中必然有误会，阿耶不会有事的。王妃，禀王妃，晋安侯府外围满了难民，吵着要晋安侯问罪下狱。奴婢折返时正接禁军前去，说要查抄侯府。阿耶尚未定罪，怎就要查抄侯府？府中的张嬷嬷和其他人呢？可有事？奴婢并未见着。不行，我得回侯府一趟。阿谭，这些难民不分青红皂白，定会迁怒于你。昨日已是够惊险的了，今日只怕更甚。为防万一，你还是不要出去的好。府中现下无人主事，张嬷嬷他们定然乱了套，我放心不下，我必须得回去。阿谭。所有查抄之物，需悉数移交大理寺。大理寺接手之前，尔等必当全程看守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陆殿帅，陆某见过王妃。敢问陆殿帅，利州一案可以查明，家父究竟所犯何罪？圣上可有明旨诏令？圣上并未明旨降罪，利州一案仍在彻查当中。那禁军缘何查封侯府？陆某只是奉命办事。王妃留步，我等奉命行事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禁军奉旨办事，生命难违，我也不愿陆殿帅为难。那能否请陆殿帅行个方便，替我传几句话入府？王妃请讲。还请转告府中嬷嬷，就说圣上尚未降罪，让他们无需惊慌，照旧过日子即可。若日后侯府当真遭难，就让嬷嬷将身契发还给下人，每人多发2月月例，遣散便是。莫要受明家牵连。请王妃放心，陆某一定转达。有劳陆殿帅。
你们都可以走了。抓住他们！你们干什么？别吵了，你们3个还不能走。都说定北王独断专行，生杀予夺。王爷，这是要对我们这些无辜的百姓滥用私刑吗？尔等于侯府门前闹事，是受何人指使？都是靖安侯举措不当，害得我们利州的灾情雪上加霜。难道这天底下真的已没有公道可言了吗？我们大家可都是人证啊！没错，我们都是人证。什么靖安侯的女婿就是定北王，他在朝中根本无人敢得罪，他们就是互相包庇。就是啊，他们就是还让我们无人指使，我等都是利州的百姓，皆被那靖安侯所害，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我等自然是要到他的府。侯府也已被朝末查封，老奴已按照王妃吩咐，遣散了侯府下人。只是老奴在府里伺候了一辈子，早已视侯府为家，再无去处，这才厚着老脸来寻王妃。嬷嬷快请起，你我早已是一家人，你日后留在王府便是。老奴谢过王妃。外头都说侯爷赈灾不力，害死了利州不少百姓。侯爷对此也供认不讳，可老奴至死不信，以侯爷的为人，怎可能草菅人命，祸害百姓啊？王爷今日可有回府？王爷已有3日未归。备马车。是。陛下，朕知道你要问什么。靖安侯尚未归京，何故早早定罪？大理寺已查清了来龙去脉。靖安侯亦承认，确是他招揽壮丁，相助抗灾。此时定罪是为了尽快安抚民心，给利州百姓一个交代。靖安侯之罪若要深究，当处极刑。如今能保他不死，已实属万幸。陛下，据沈玉传回的消息，靖安侯曾亲自勘验堤坝，确定无决堤之险，才招揽百姓中自愿入伍者，相助加固堤坝，查漏补缺。大坝骤然决堤，可有查过是否是蓄意而为？决堤前，靖安侯曾隐隐听到大坝处有爆炸声。趁今日走访了不少难民，其中也有人曾在那时听到过异响。只是决堤后，洪水冲毁了所有痕迹，已难查证。阿旭，如你所言，此案背后隐情已无从查证。靖安侯之罪已成定局，若已是定局，也就罢了。此话怎讲？臣已查明，城中难民闹事，乃海幽门手笔。那幕后之主大费周章，于利州设下陷阱，又在京中引发舆论，所求真的只是想让靖安侯削爵革职。
所以他们还有后手。陆殿帅，就是这儿了。明家在上京统共2处别院，这是最早的祖宅。位置偏僻又无人居住，想是已荒废多年。进去瞧瞧，若无异样，即刻查封。是，跟我来。陆殿帅，里头有发现。爷，查到了，谋害靖安侯的定北区将士，才入营不久。此番沈小将军去利州，他是毛遂自荐，属下细查了他的入伍手续，一应无误，其身份户籍亦无可疑。甘愿负死者，若非死士，便是受制于人。一般人可做不得。应是为了钱。属下查得，他家中有一质子得了重病，急需银两求医问药。哦，对了，王妃在营中等您1日了。王妃，夫君可知阿爷为何认罪？岳丈认罪，只是承认他实行过的赈灾举措，但并不代表利州一案就是岳丈之过。那为何圣上草草定罪？为何不等阿爷返京后再彻查真相？此案证据已在洪水中湮灭，且利州城百姓皆是仁者，若继续深究，只会引发民怨，对岳丈更为不利。可阿爷是无辜的，他定是遭人陷害，朝廷何该为阿爷做主，查明真相才是。此一朝，暮暮朝朝一如霜，风吹动发丝凉，路笔重回岁月流光。王妃可信得过本王？当初与王妃约法3章，本王都记得。只要本王在一日，定会竭尽全力护住明家。多少次太平凉，第白首之约为妄谈，偏偏誓言散落手掌。问世间有几多沧桑？这几日王妃定未睡好，去榻上歇息片刻，再过几个时辰便天亮了。待王妃醒来，我们一同去接岳丈。阿爷明日便抵京了。
岳丈若瞧见王妃这般憔悴，定然忧心不已。相遇相知相守，只因舍弃遗忘。庭院花落雕刻时光。本王不走，王妃安心睡吧。夫君这几日，是不是也得好好休息？刀口同写为王。听说太后正在物色人选，要为你纳侧妃。你如何知晓此事？皇后娘娘前几日召阿玉去长春宫提及此事，就是想让阿玉转告你，要你早做准备。你打算如何应对此事？太后用意昭然若揭，但她打着为王府子嗣着想的幌子，这你如何能拒？本王要拒，何须理由？你这般强硬推拒，服了太后面上的好意，这反倒成了你的过错。荒唐！本王所为皆是为了王府，为了圣上，为了天下百姓，何错之有？殿下当真大公无私，为了国家百姓牺牲良多。只是王府人丁单薄，若不尽快开枝散叶，又如何能为朝廷培养如殿下这般的可用之才？王妃都知道了，我没事的。这是殿下的常用之药，最是见效。殿下这些皮外伤，想来不出几日必能痊愈，届时便可继续为朝廷操心培养后嗣之事。王妃真是心细如发，还知王爷惯用此药。真正心细如发的另有其人，我又怎会知晓殿下多年的习惯呢？千里鹅毛，物薄情重，殿下可莫要辜负这片心意哦。哎呀，王妃听闻王爷受伤，心急如焚呐，即刻便赶来探望。所谓夫妻情深，莫过于此啊。是。听闻太后要为殿下纳侧妃，妾身亦有此意。不如趁殿下这几日在府中休养，由妾身为您好好挑选物色门户，届时再由殿下亲自定夺。太后之意不言而明，本王自会找到应对之法。殿下迟早要纳侧妃的，与其由着太后3人，不如殿下自己选一位中意的。殿下放心，妾身定会挑选一位家世门第样样出挑的女子，最好是能胜过妾身的。不过这样的好姑娘当个侧妃实在是委屈了些，待她为殿下绵延子嗣后，请指她为正妃也未尝不可。王妃这是何意？啊？王爷这伤可需送服汤药，还需多少时日才可沾水沐浴啊？王爷好生休养，舒某就不叨扰了，改日再来拜访。舒二公子留步，药已送到，何该我走才是？王妃，我送王妃啊！王妃，王妃这是怎么了？启之，这是哪儿得罪王妃了？本王才为她挨完板子，能怎么得罪她？有些事本不该舒某来说，不该说就别说。不行，为了启之好，舒某还是得说。启
气之当之，为宽可以容人，为厚可以载物。花草需要雨露，女子需要温服。王妃不快，自有其不快的道理。女子多虑猜疑，心情不悦，那是常事。千错万错，就是我们男子之错。启之啊，你当学会包容，养成泰山不弃滂土，河海不择细流的胸怀。你也不必问其缘由，更无需争论其对错。万事只需诚心致歉，必能缓和关系，驱逐不快。一派谬论。你连个姣好的女子都不曾有，凭什么说教我？此乃家父妙言要道，舒某言尽于此。启之，好自为之。舒某改日再来探望。不是你，哎，不必起身相送，舒某可没有受伤。爷，忍着点吧。这王府何时多了一位这样的姑娘？哎呀，柴贵，趁热，赶紧给王爷送去啊！快是啊！且慢，哎，王爷今日所食为何？哦，这西江料啊，还有这个蝉花云梦肉，都是王爷爱吃的。王爷受了重伤，自是需忌口。这大荤的、高盐的、重油的，均不利于伤口恢复。哎，王妃，这外甥啊，忌酒忌辛辣即可，也不是一点荤腥都不能沾吧？如此荤素搭配，最利于伤口的恢复。回头我会列一份清单，让膳房照着做便是。哎呀，此番王爷不计后果，冲冠一怒为王妃，爱妻之心是天地可见的。但是王爷那事实在是过火，老奴都看不下去了。不过王妃放心，王府上下的心都是向着王妃的，我们只认王妃，唯有王妃才是这王府的女主人，是不是？爷，用膳了。
最近府里很拮据吗？你一会儿让云姨娘把这个拿给王爷。她受了伤，闻些安神静气的香，能睡得舒服些。是。我看王妃啊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她毕竟是因着我受的伤，我是不想亏欠于她。是。王妃，南御河街新上了不少首饰器物，不如王妃去逛逛。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总比闷在府里强。王妃这是要去何处？姨娘这般莽撞失礼，成何体统？就是会武吗？会武了不起啊！姨娘进入了王府，就该守规矩、知礼数。若冲撞了王妃，你担当得起吗？罢了，随她去吧。姨娘怎这般不懂规矩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王妃了？云姨眼里只有王妃。那你可知，依着规矩礼制，姨娘出行是不能与王爷和王妃共乘一车的，除非是得到允准。云姨知道。知道你还这般放肆？这是王爷的吩咐。王爷说，王妃若是外出，云姨必得寸步不离。这是要示威，还是想迫我认下这姨娘？既然是王爷的吩咐，那便让云姨娘跟着吧，免得落人口舌，说本王妃心眼小，容不下姨娘。姑娘，看看扇子吧。都是自家做的，来看看。这把素淡清雅，这把端庄大方，各有千秋。你喜欢哪把？多谢王妃，云姨平日不怎么用扇。素来也没有王妃给姨娘买扇子的道理。这云姨娘怎这般不知分寸？她这是打算跟到何时啊？她一直跟着，我总觉得怪怪的。哪里怪了？说不上来。总而言之，你先寻个由头让她回府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先试试。行，可以。真衬你，这个我要。哎，
王妃的马车你也坐了，想跟也跟一路了。云姨娘还是早些回府吧。王妃尚未回府，我岂能先行？王妃若是遇到危险，该如何是好？你跟着才更有危险。这是何意？云姨娘难道看不出来？王妃不想见到你。王妃为何不想见到我？你们这个也想来这个。我一生的宿命，替你脉搏生命，掌纹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，等我下的安宁，数着年轮盘踞，等青丝带鬓发，如你随行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绳绑，家门里的重量，手放在你手上，命运终结成了相伴，贴着我心原地啊，归途从此有了世事的眺望。可要问道，王妃今日为何不快？爷，属下瞧着王妃并无不快。方才王妃与云姨娘、素心一同去了南御河街，说是去购置些时兴物事。爷，好吃吗？清汤寡水，淡而无味。爷的善事还不如属下呢，养伤而已，何至于此啊？战场多为不食之地，弹尽粮绝之时，唯有啃树皮才能果腹，这不比那强多了？可此一时彼一时啊！明明菜肉不缺，为何要与树皮作比呢？去城西街尾买只烧鸡回来。是。哎，柳墨平素行事，定得如何？此人除了上朝和当差，并无其他去处。平日一人独居，不热衷官场结交，也从不与他人往来。不过，方才丁烧之人传回消息，今夜他去了南御河街游逛。你方才说，王妃也去了南御河街？是。爷，更衣。在下户部侍郎柳墨，不曾想会再次偶遇王妃。那是何人？王妃看着不像与此人相识。王妃之事，还轮不到姨娘来管。都是自己人，理应如此。谁跟你是自己人？柳侍郎如何认得我？王妃当真不记得柳某了吗？这琴你都修了数十回了，真的没法再修了，要不换一把吧。待我春闱入仕，有了俸禄便换。方掌柜，我家小小姐的琴，还烦请您亲自养护。这是自然，正好小小姐上回订的琴到了。劳烦掌柜。当真是一把好琴。掌柜的，您店里可有价钱低些的旧琴出售？小店向来只卖全新的，你若真想要，我可以帮你留意，但不一定什么时候才有。
多谢掌柜的。哦，对了，若掌柜不嫌，我也可来店里跑腿打杂，再以工钱抵换心情，您看可否？这不知是否有幸一闻公子琴音？在下的情已然失修，怕是要让小姐失望了。苏心，取我琴来。青头目，伏羲氏，凄静如油。若小姐不嫌，那在下便献丑了。公子却乃痴情之人，痴情者怎能无情相伴？如此，我便将此琴相赠，聊表知情之意。能付此情，已是在下之幸，但在下实在当不起小姐赠情。小姐厚意，在下会铭记于心。告辞。公子留步。我家小姐已换了新琴，这旧琴日后怕是要束之高阁，蒙尘纳垢，还请公子收下此琴，珍重待之，也不枉方才一曲之缘。听琴之雅意，和弦引共鸣。闻方才一曲，便知公子怀伯牙之才，还望公子来日也能如当年琴仙，挥手如听万壑松，庭弦犹胜泰山雨。无功不受禄，在下不能随便收小姐的琴。方才听公子一曲，如揽天下万方。一琴换一曲，是我得了便宜。听琴之雅意，和弦引共鸣。明小姐，难道不知道这首诗的下半阙是“休叹天籁音，童结合欢情”？我当时绝无此意，柳侍郎未免太过牵强附会。当初赠琴不过是随缘之举，此事我早已全然抛诸脑后。与明小姐是随缘之举，与刘某却是此生所念。柳侍郎慎言，我已然出嫁，为人妻室，乃定北王王妃。此生托付终老之人，唯有我夫君定北王。还请柳侍郎断了这等游思妄念，好自为之。这香气，刘某自知配不上明小姐，所盼也唯有你平安而已。
萍水相逢，可谓素昧平生。柳侍郎不觉着这番话实是过于冒犯失礼了？何止冒犯失礼？柳侍郎纠缠本王王妃，意欲何为？王爷莫要捕风捉影，冤了刘某倒也无妨，但勿要轻易误解了王妃。王妃自是光明磊落，就怕有些人图谋不轨，暗藏祸心。刘某今夜自始，本王不管你今夜缘何来此，王妃的平安自有王府护卫负责，此生也将由本王守候呵护，还请柳侍郎自重。王妃今日何故心情不佳？明知故问。王妃方才与柳侍郎是偶然相遇。若王妃日后再见着此人，还是避忌些为好。阿谭与柳侍郎乃旧相识，偶然遇见，寒暄几句，实属平常，为何要避？就是。不错，阿谭与柳侍郎早在与殿下相识前5年便已相识。王妃夜深私会外男，是否不妥？我私会外男，殿下私会外女时，可有觉得不妥？京畿营中公务堆积，本王夜以继日，何来闲工夫私会外女呢？都登堂入室了，殿下还在为自己辩白啊？心虚了吧？天下男子一般黑，你江启之就是黑中之最。什么契约，什么承诺，简直谎话连篇。所以王妃是因云姨才与本王知妾？哼，还装，真是装傻充愣界的翘楚。前些日，太后以定北王府人丁不旺为由，有意安排侧妃，所以殿下便顺水推舟，纳了姨娘。那何不干脆将凤昭一并迎进府？反正太后早就想撮合你2人，如此一来，齐人之福，殿下可尽享矣。本王不喜府中人多，不喜府中人多还？云隐是金元卫的暗卫，身手不在追影之下，让他以姨娘的身份入府，既可避免太后灾人，又能暗中保护你的安全。所以，她不是真姨娘，她只是安慰。哎呦，又没人知会我一声。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啊！害得阿谭险些冤枉了夫君。既是假扮姨娘，自是不能公然相告。云姨是个听命办事的性子，本王让她假扮姨娘，不许告知任何人，她自是死守秘密。旁人不能告知，阿谭也不行吗？害得阿谭白气了一日。夫君为何这么看着我？哎呀，阿谭还以为夫君因这高嗔之事，心中介怀，才纳了姨娘。我得知云姨娘跟你很多年时，深伤了好一阵呢。本王说过，对此事
绝无解怀。不管，反正这场误会应当由夫君你负全责，夫君得弥补阿谭才行。那王妃想要夫君怎么弥补？我得好好想想。这样，这样，还是这样？夫君受了伤，还是收敛些。王妃只许自个儿放肆，需要本王收敛。明明是夫君主动在先，怎还要羞阿谭的脸？王妃且耐心等待时日，本王的伤定能尽快痊愈。王爷，该换药了。王妃怎么神出鬼没的？夫君受了伤，只吃这些怎么行？阿谭特意让膳房多做了几道点心，都是夫君平日里爱吃的。那阿谭还多炖了一碗燕窝粥，夫君快趁热喝了。本王错了。夫君说什么呢？得罪王妃于己不利，本王不该让王妃心生误会。阿谭也没想到，像云影那般好看的姑娘，竟是金云卫的暗卫。王妃身子弱，日后还是早些起。待本王伤好之后，与本王一道去演武场锻炼筋骨，习一些防身之术。我锻炼什么？你想练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练。本王可以教你射箭，或者香柏术。香柏术？射箭需要臂力，阿谭纤纤弱智，怕是连弓箭都拿不稳的。至于香柏术，更需内劲儿。阿谭从小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遑论内劲儿了，就非练不可吗？如若阿谭练了，定然力竭；没了力气就得休息，且定要休息好一阵才能缓过劲来。反正什么事都做不成了，我既不杀敌又不上阵呢。夫君就饶了我吧。阿谭以为人生苦短，爱怎么活就怎么活，这才是值得。王妃说的对。一会儿我约了敏敏一起去救济堂发放物资。启安堂里屋，我已吩咐素心多添些软垫，殿下一会儿可以早些回屋歇息。入夜前我会尽早回来，陪夫君一同用膳。把云逸带上，
近日城中难民泛滥，王妃出门在外，还需多加小心。王爷也要当心，切莫再受伤。金云卫暗卫，我说这姨娘怎么没脸没皮的，走哪儿跟哪儿？你还好心儿的容她在身边，原来是你家王爷的宠妻之举啊！唉，这天底下还是有好儿郎的。哎，对了，你那日相看如何？这2日意外频频，我都差点给忘了。啊，那周公子确实一表人才，知书达理，只不过就是有点儿，有点什么？有点迂夫子，满口的孝道礼义。他娶妻就感觉只是为了娶妻这件事，娶谁都一样。那你觉得张世子如何？怎么又提他啊？你没发觉张世子对你跟旁的人都不同？哈，那自是大不相同。他对旁人都是以礼相待，唯独瞧我不顺眼。我与他往后还是少见面为好。这就叫冤家路窄。我若是嫁不出去，你娶我。我娶你。有吃的。来，来，拿着吧，你先吃，慢点吃啊。好吃。你去那边，慢点。来，嗑药。慢点啊。好。没事，慢点啊。给。哎，多谢啊。哎呦，哎，敏敏，你当心些，别伤到自己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，你去帮别人吧。我帮别人干嘛？我当然帮你啊。你这人当真是作怪的很。不，敏敏，我说我帮你，我还帮错了吗？啊，我帮你拿着吧。哎呀，不用。敏敏。麻烦再给我拿一碗。孩子们，吃烧鸡了。想吃烧鸡吗？来，好，慢点，用不着抢，来都有。我想再吃一块。我来拿。人都有。啊，鸡腿姑娘。我要一个。你是谁？舒某昨日在王府，曾与姑娘有过一面之缘。舒某先前从未在王府见过姑娘，姑娘可是刚入的王府。公子与我很熟吗？公子又不住在王府，未见过我不是很正常。眼下登记在册的难民共164人，每人每日周饼20钱，一杯2罐，这些数目都对得上，可见你们兄弟2人尽了心了。王妃义举，让我们父老乡亲都有了着落，我们自然也要替你想着，不能白白多出了花销。此处修补瓦舍、看病吃药以及各处的炭火都需用钱，你先拿着，用了多少记账上便是。多谢王妃。我去前头瞧瞧大伙。对了，云烨，你怎么会去金云卫干那么苦的差事啊？金云卫不苦。奴婢自小孤苦无依，幸得王爷相救才获命，故我起誓，此生都要效忠王爷。不过王爷说了，我入王府后，他便不再是我的主子，王妃才是。你就是你自己，不需要任谁做主子。可素心、绿萼，不都是任您做主子的吗？这只是他们的差事。如若哪日他们寻得了好归宿，明白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也不会强留。奴婢这辈子只一个人，跟着王妃，哪儿也不去。
门。靖安侯阵在不利，敷衍塞责，根本不顾百姓死活。我们要去选择亡国，有人家上上，就上上做主。赶快去报给上头。是，所有人跟我来。阿旭，靖安侯出事了。放肆！此处可是收留难民的善堂。你们可是从利州来的？是。好，那诸位乡亲先去违帐休息，待登记完了名册，我就带你们去领吃的。走走走，这边这边，走走走，这。不过还有啊，慢点吃慢点吃，定然管饱。不过还有啊，哎，这是你的。哎，这下好了。见过王妃。诸位，这位是定北王妃。这救济堂就是王妃出资筹建，从利州来的难民也是王妃帮忙安置的。定北王妃，那不是靖安侯的女儿吗？靖安侯的女儿。多谢王妃。诸位不必如此，靖安侯是我阿耶，此番他赴利州赈灾，我帮不上什么忙，唯有在京尽些绵薄之力。大家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靖二提。呸！就是靖安侯害得我们无家可归，他哪里是什么赈灾呀？他分明就是荼毒百姓。对，怎么会？阿耶他奉旨赈灾，定然是全力以赴，以百姓为重，怎可能如你说的那般？怎么不会？靖安侯的赈灾不力，让我们利州白白枉送了那么多条人命。我儿本相安无事，使得靖安侯招募壮丁，逼着我儿前去防汛。我儿被洪水冲走，至今连尸体都没找到。你还我儿子！别冲动！你的错！别冲动！别冲动！这是你！我一生的宿命，替你脉搏上移，掌纹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，等我下的安宁，数着年轮盘踞，等青丝白鬓发，如你随行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相伴，家门里的重量，手放在你手上，命运终结成了相伴，别走破心愿彼岸，归途从此有了世事的眺望。年华里我扔下会发光的脸庞，手心里的盼望紧靠在你的手上，天马我来时的奔波，用一生将爱允诺，穿过昼夜漫长，谁在我身旁？在某一刹那，还是你啊，别害怕，我会随你去往。